二战德国明明有6个盟友，为啥总给人一种单线作战的感觉？因为他的盟友不仅不帮忙，有时还要帮倒忙。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二战德国的这些神队友。咱们说的盟友是正式签过盟约的，意大利、日本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斯洛伐克、保加利亚，一共6个。提起轴心国，大家最先想到德意日铁三角。可这三角从一开始就歪得离谱。咱先说说希特勒的头号累赘意大利。事实上，法西斯这个思想还是墨索里尼先提出来的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希特勒还算是墨索里尼的粉丝。1940年9月27日，德意日三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。按理来说，意大利祖上辉煌过，近代是列强，好歹也算工业强国。按照希特勒的想法，自己找到了一个强力盟友。实际上，这个国家起的都是反作用。先说这个同盟条约，早在1936年，德国与意大利就签订了协调外交政策的议定书，建立柏林、罗马轴心。之后几年，德国一直想和意大利升级为同盟条约，但意大利就是不乐意。直到1940年9月，德国已经横扫西欧，打下号称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，这时候意大利才忙不迭地要签约。这是啥行为？这就是搭顺风车，跟风被坑。更搞笑的是，法国投降前几天，意大利匆忙对法宣战，结果精心准备的进攻部队被士气低落的法军打得溃不成军，战火都烧到意大利本土。要不是法国很快投降，意大利可能提前好几年就投降了。整场二战，意大利状况不断，最后墨索里尼被推翻，还得德国出兵去救。再看日本，战场表现看着比意大利强点，但战略上坑队友更狠。德国一直希望日本北上打苏联，两面夹击减轻东线压力。可日本深陷中国战场，加上诺门罕战役惨败，早就放弃北上，转头盯上太平洋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直接把美国拖进二战。希特勒最怕美军参战，得知消息当场气到破口大骂。这一下，天量物资涌向欧洲，德国彻底陷入被动。德日军事协作基本为零，主战场隔得太远，两国都缺石油，没法互补，顶多交流点技术，还互相提防。日本不肯给海军技术，德国不愿分享潜艇技术，各挡各的。两大核心盟友都这样，剩下4个仆从国更指望不上，关键时刻还掉链子。罗马尼亚算是德国最靠谱的盟友。罗马尼亚之所以投靠德国，并不是心向法西斯，而是被苏联打得没办法了。苏联占领了他的比萨拉比亚和北部科维纳，还准备侵占他的油田。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土，这才投靠了德国。在二战中，罗马尼亚维持了50万人的军队规模，这对一个只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，说一句穷兵黩武不过分。苏德战争中，罗马尼亚军队表现出不俗的战斗力。1941年的敖德萨战役中，罗马尼亚军队作为主力正面硬刚苏军，给苏军造成4万人的损失，自己也付出了8万人的代价。此后，罗马尼亚军队被编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，参与了斯大林格勒战役。1942年，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，德军第6集团军被苏军包围，罗马尼亚军队负责守卫德军的侧翼。罗马尼亚军队实力本来就不如苏军，面对朱可夫指挥的苏军节节败退。1942年11月，罗马尼亚军队防线被突破，最终导致了第6集团军的覆灭。在这场战役中，罗马尼亚军队投入了25万，伤亡和被俘的总计15万，从此再也无力战斗，只能沦为德军的后勤兵。匈牙利则是为了收回一战失去的领土，才跟着德国。苏德战场上，匈牙利军队战斗力很差，第2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几乎被打光。摄政王霍尔蒂想偷偷退出战争，被希特勒发现，绑架他儿子，逼其下台，匈牙利彻底沦为傀儡，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。最后2个盟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，斯洛伐克是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后扶持的傀儡，完全听命希特勒，军队战斗力差，士气低，二战没什么存在感。
境内反法西斯起义却一直不断。保加利亚也是为了收回失地才结盟，但全程出工不出力，只在巴尔干负责驻军、清剿游击队，坚决不参加苏德战场。1944年苏军压境，保加利亚直接发动政变，退出轴心国，倒戈打德国。讲到这儿就明白了，德国6个盟友，要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要么各怀鬼胎各打各的，要么随时叛变，不仅没形成合力，还不断拖后腿。德国不是不想找强援，是根本找不到。法西斯意识形态被多数国家排斥，而且纳粹靠侵略维持运转，停不下来。谁都清楚，帮德国打完对手，下一个就轮到自己，所以没有正常国家愿意真心和他结盟。